今天是2020年7月28日，在1887年7月28日，当代艺术之父马塞尔·杜尚出生在法国。当代艺术变成如今的光景，让人很难看懂，都要拜这位大师所赐。说起来，杜尚是位非常神奇的人物。说他是位艺术家，但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花在国际象棋上。他因为一幅画而声名鹊起，却又因为这幅画决定不再执笔。他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最先锋的艺术运动，却不属于任何流派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深刻改变人们艺术观念的大师。杜尚早年非常积极地参与各种现代绘画运动。1912年，杜尚为了参加立体派的展览，创作了那幅著名的下楼的裸女。评委却对这件作品非常不满，因为画中女性下楼动感的状态完全是未来派的创作手法。如果这幅画展出，那就等于承认立体派在向未来派学习了。评委们要求杜尚修改作品，杜尚对此极为失望。这些先锋画派当时反对传统学院派的时候，打的就是冲破束缚、自由创作的旗号，如今竟然也开始画地为牢，限制创作了。之后，杜尚逐渐抛弃了绘画。1913年，下楼的裸女在纽约军械库展览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在相对欧洲更为开放包容的美国，杜尚开始名声大噪。1915年，为了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杜尚远渡重洋来到美国。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在美国已经是个名人了。1917年，杜尚应邀成为纽约独立艺术家展览的评委。这场展览秩序非常开放，任何人只要缴纳展费就可以参展。杜尚为了试探，直接在商店买了一个男性小便器，署上匿名就送到了评委们的手中。这就是杜尚最著名的拳了。显然，这件极端的作品还是突破了那些评委们的底线，最终被雪藏了起来。千百年来，艺术的发展无非新的艺术打破旧的规则，丰富了更多的可能性，然后又成为新的规则，之后再被打破，如此循环往复。每种规则之间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杜尚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反艺术，他要反的就是这种带有规则限定的艺术，他想要彻底打破这种艺术规则的循环。如这件拳，一般认为艺术品应该具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，而杜尚用这件工业流水线制品打破了这个规则。杜尚故意将作品起名拳和安格尔那幅经典名画同名，也打破了我们认为艺术就应该是美的思维定式。杜尚曾说，你必须扬弃美和丑的区别，扬弃高低的等级，因为所有的美丑高下都是人为的相对标准，而人们又如此习惯将相对性当作绝对性去维护，后果必然是让人心有了定见和成见，然后导致我们本应该自由无束的心被束缚住了。杜尚的生活就如他艺术观念的缩影，随心所欲，不追逐任何外在的名誉物质。他觉得社会的普遍追求束缚了人们真正的幸福生活。杜尚的这种思想极大开阔了艺术家们的思路。如今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沿着杜尚的道路突破限制，不再追求艺术的视觉美，而是普遍追求艺术的思想美了。这也是我们现在很难看懂当代艺术的原因。